只因说对周星驰演的更感兴趣。知名游戏博主旭旭宝宝掉粉几十万。20日，旭旭宝宝发视频回应近期争议，网友让他去看《功夫女足》，他回复：但他导演的电影呢，我觉得不如他主演的电影更让我感兴趣。旭旭宝宝称，他的话被部分网友理解为抵制电影，对他展开攻击，他用一地鸡毛回怼。随后，这段回怼的视频被理解为骂粉丝、骂大众网友。旭旭宝宝表示，因此事掉了几十万粉，此事对他也是一个警醒，以后谨言慎行。我真没想到能掉这些，我当然很委屈了，跟着风就给我取消关注了，但没事，我们也都理解。互联网终于迎来它最大的一波黑流。曾经一句有没有努力可以毁掉一位1000万粉丝网，一句刷了几个子儿可以让田歌女神前途尽毁。现如今一句一地鸡毛，旭旭宝宝被迫站在了风口浪尖。他原本的话是这样的：我是这样的啊，我不会被喷吧？我只对周星驰本人出演的电影这个感兴趣。就是他当导演的这些吧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跟他本人出演的电影差距还是太大了。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啊，我是非常喜欢周星驰，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出镜的话，我一定无论如何要看啊。但是他当导演，说实话，最近这些年去当导演啊、编剧啊啥的，我就没有对他个人的那个出镜的那个电影那么感兴趣。但只需要截取部分片段，意思就可以完全反着来。我只对周星驰本人出演的电影这个感兴趣。但是他当导演，说实话，最近这些年就没有对他个人的那个出镜的那个电影那么感兴趣。一个意思，不同的截取片段就能完全曲解一个人的意思。但如果再添油加醋一点呢？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对你们这帮人还是他妈太客气了。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吧，不嫌丢人的东西。少了30万关注了，哎呦，还在那意淫呢。哎呦，你找了30万关注了，主播都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粉丝量高的呀，他昨天晚上播一场，涨个3、5万、10万、8万粉丝，第二天总会掉个1万、2万，对吧？这都很正常啊。我掉了30万了，你量了我都量不了，你放心就行了。我一共掉了他妈18000，掉的都是3观不一致的，让他们抓紧上一边去。掉30万了，30万，你让你叔叔笑了。就这种事还需要回应吗？完全不需要。他们越嫁我就越不，那放心吧，他们越嫁咱就这样的。而且我们都有自己的规划的。我前几天刚在我们本地不是捐了200万，也是给这个教育跟这个医疗卫生捐的嘛。这个都是好心，都是这个善意嘛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就使劲嫁我，不可能，我从来不吃这份价，放心吧，兄弟们。我就不吃这份价，我有我自己的规划，我想什么时候捐就什么时候捐，对吧？这个不可能发个小作文我就哎呀不行了，好多人在加我捐上，不可能，就不吃这套，兄弟们，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，放心吧。这个看到那样的这个带节奏，直接给我拉黑就行，不用管他。我错就错在对你们这帮人还是他妈太客气了，瞅瞅你们那些熊样，瞅瞅你的毛病和事实，有病就抓紧去给我治。好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有时候跟我说让我别计较，在直播间，好不好？做做样子，付1万张电影票，吃一波流量，圆滑一点。我真的笑哪里贵了？我就是不吃这一套，我就是这么有脾气的一个人。什么时候看个电影还变成强制的了？在网上给别人一顿道德绑架，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吧，不嫌丢人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旭宝宝，一名游戏主播。在前天的直播中，我提到了关于功夫女足和周星驰相关的话题。起因是有水友在直播间让我去看一下这部电影，支持支持。我的原视频呢，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。我当时表达的大概意思是，周星驰是我最喜欢的演员，从小呢我就看他的电影，但他导演的电影对我来说，不如他主演的电影让我更感兴趣。如果他主演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电影院看的。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观点，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确实也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结果第二天呢，我就遭到了无数人在视频评论区以及私信对我的各种指责、谩骂还有侮辱，甚至给我上升了高度，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。我也挺莫名其妙的，难道我没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有错吗？我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也要遭受网暴吗？我不理解。但我呢也确实深刻反思了自己。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应该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对你们这帮人还是他妈太客气了。瞅瞅你们那些熊样，瞅瞅你的毛病和事实，
有病就抓紧去给我治。有水友跟我说让我别计较，在直播间做做样子，送1万张电影票，吃一波流量，圆滑一地。我真的笑了，我就是不吃这一套，我就是这么有脾气的一个人。什么时候看个电影还变成强制的了？在网上给别人一顿道德绑架，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吧，不嫌丢人的东西，我就坚持我自己的观点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就行。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，其实那个瘦猴子的人品真差。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对你们这帮人还是他妈太客气了。瞅瞅你们那些熊样，瞅瞅你的毛病和事实，有病就抓紧去给我治。我就是不吃这一套，我就是这么有脾气的一个人。什么时候看个电影还变成强制的了？在网上给别人一顿道德绑架，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吧，不嫌丢人的东西，我就坚持我自己的观点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就行。你才吃了几天饱饭，就敢骂粉丝一地鸡毛，有病就去治。你这不是桀骜不驯，你就是豆腐吃少了。你算个啥呀？半个娱乐圈的底子，有个卵用，照样16亿。周星驰在70后、80后、90后心中的地位啊，是你个游戏主播就能撼动的吗？不要飘，你也是一个又一个的粉丝扶起来的，不就会敲几个键盘吗？你要是会造飞机大炮啊，那不得上天了呀！没有文化就少说话，你倒好，没有文化还喜欢装，显得自己高大上。不是他本人出演的不好看，结果翻车了吧？你去看呐，不好看，你有没有去看？就在那里牛逼哄哄的。央视新闻、人民网、中国海军这些大型官媒都力挺周星驰，你算个鸡毛啊？就学别人顶评，现在有几个粉丝了，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孙悟空也是猴子，他还有72病，也没有你那么拽呀。做人最可贵的，不是有钱以后变得慷慨大方，而是无论你混得有多好，都不会忘记来时的模样。学着点儿。整件事的源头只是直播间一句随口聊起的观影感受，没有半点恶意抹黑，更谈不上抵制作品。直播完整语境里，旭旭宝宝反复强调自己是周星驰多年老影迷，只要星爷亲自出镜主演的电影，无论如何都会走进影院。只是聊到近些年星爷只担任导演不再参演的作品，坦言个人观感落差明显，自己提不起主动观影的兴致，再加上直播行程排满，短期内没有观影计划，全程没有贬低影片，没有否定星爷，只是普通观众最直白的私人喜好表达。可通过短视频剪辑删掉开头认可星爷的铺垫，只留下他当导演的电影我没兴趣，搭配刻意引导的标题，硬生生把个人观影偏好扭曲成头部主播公开抵触星爷新作，不尊重前辈，成片批量投放各大平台后，道德绑架铺天盖地涌来，无数陌生网友冲进评论区指责他，要求他自费大批量赠送电影票，用自掏腰包的方式弥补过错。无休无止的私信、谩骂、恶意举报持续发酵，圈内标准公关方案早就摆在旭旭宝宝面前，团队提议直接投放上万张电影票做福利，顺着大众情绪主动示好，既能平息所有争议，还能收割一波尊重前辈的路人好感。这是绝大多数网红艺人遭遇同类舆论围剿时首选的圆滑自保路线，但他直接否决这套息事宁人的操作，拍视频用反讽的方式回击所有断章取义带节奏肆意道德绑架的人。那段传遍全网的原声就此诞生，开口一句我错了，紧接着反问我错哪了，直白吐槽错就错在对这帮不断绑架自己的人太过客气，收尾那句先把你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过好了再说，彻底点燃舆论两极对立。没看过完整直播，不了解前因后果的路人，只刷到这几句孤立台词，很容易默认这番话是在嘲讽所有普通网友生活窘迫。可看完整场直播才能清楚，他针对的从来只是恶意剪辑带节奏、无底线网暴自己的黑子，并非直播间正常互动的粉丝与路人。有心之人刻意屏蔽完整背景，单独截取尖锐话术扩散，直接把所有看客划分成网暴加害者，舆论撕裂的速度快到超乎想象。短短1天时间，粉丝数据断崖式下滑，大批陪伴多年的老粉碎灯牌取关，评论区彻底分成水火不容的两派。有人共情长期被无端审判的压抑，觉得表达个人喜好本就是普通人的自由，流量网红不该连说真心话的资格都被剥夺，硬刚无端绑架无可厚非。另一部分人认定手握千万流量享受红利，就要全盘包容外界所有声音，尖锐话术极易误伤普通人。走红之后心态膨胀，忘了底层观众才是支
撑自己走到现在的根基。两种观点来回拉扯，衍生出一连串全网吵不停的争议话题。如今全网围绕一地鸡毛延伸出来的讨论，早就跳出旭旭宝宝这件事本身，变成大众对当下畸形网络环境的集体争辩。很多人抛出疑问：公众人物依靠流量获得收入与曝光，是否就要放弃所有个人主观表达？但凡说出不符合大众期待的观点，就要接受无底线道德绑架与全网审判。还有网友提出双向标准的矛盾：普通人随意吐槽影视作品，发表主观感受不会被追责，头部网红一句福心闲聊就要承受铺天盖地的谩骂举报，这种不对等的评判尺度到底该如何平衡？